好，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王教授的邀请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AI 在重症医学的一些经验，还有我们未来的期望这样。那在交病房重症医学，可能大家会相对比较陌生，所以我们会从什么样的疾病会住到交病房，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资料。那交病房里面很担心的就是病人都比较严重，所以会面临到死亡的问题。那败血症也是一个交病房常见的问题。那我们会从这两个面向来看临床上有哪些需求是 AI 可以帮忙的。那台大的交病房管理委员会也成立了一个智慧集中症医疗的团队，那未来也希望跟大家有更密切的合作。那再来就是一些未来的展望。好，那交病房其实有很多的仪器啊，哈，所以可能也会使用很多的药物。那这些药物使用的时间会看病人的疾病的需要，有可能几个小时，有可能好几天，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资料的量其实会很庞大这样。那大部分住进来都是有一个很严重的疾病，还是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那这个伤害有可能就会造成病人休克，就是血压变得很低，那可能到组织里面的血流就不够。那像 COVID-19 也有可能造成病人的肺脏就变得很差，也许他血压还好，可是他血中的氧气浓度就很低，那这样当然器官也会受伤。那当然氧气如果过低，到了最后终究还是会低血压这样。好，所以这两个问题大概是加护病房里面最容易让病人瞬间变差，因为很怕细胞就这样得不到足够的血流，它就坏死了这样。那当然，如果细胞坏死了，你会担心的就是组成的器官可能就会坏掉，所以一般人比较常知道的可能是肺脏会坏掉，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因为肺炎感染的关系。那肾脏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会受伤的，那肝脏会受伤，那血压低其实也可以想象是一种心血管的异常的。好，那这些都会恶性循环了哈。比如说，如果氧气不够，当然其他器官就会变差，肾脏毒素累积，肝脏毒素累积，其他器官就会跟着受到影响。这样，那当然最担心的就是病人可能会死亡的。好，那这是一张败血症的图啊，就是有可能各种细菌啊、病毒啊，让病人得到感染，然后中间可能会引起一些身体的免疫反应，会有细胞激素的风暴。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你当然担心就是血压可能会掉，器官可能会受伤。那如果再减图，就是各个器官在医学上都有一些简写，然后就是代表各个器官的受伤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有非常多的数字哦，会有波形的，那会有很多药物哦，也许每一台机器就代表某一种药这样。啊，像呼吸器啊，还有其他洗肾机，都有可能会有资料进到我们的中央处理站这样。所以现在跟10年前、20年前差很多，以前这些资料可能都不见了，可是现在这些资料可能都会把资讯传到中央处理站，所以这些讯息就会被存下来。所以现在做 AI 会比20年前好很多，因为我们有用的资讯会越来越多这样。那像血压的话，如果是没有特别处理，大概30秒会有一笔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天下来，你光舒张压可能就会有2880笔哦，所以这是很可怕，10天就会有2万多笔，光其中一个血压，而且血压一般我们都还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所以光血压你可能一天就会有将近七千多笔资料这样，所以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样。那如果是10天就7万，那一般加护病房现在越来越多科转推哦，所以通常在查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医师、护理师，会有药师，甚至呼吸治疗师，还有时候有营养师、复健师这样。所以
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资料哦，因为大家可能会把他的检查结果写下来。哦，那这病人在他住加病房之前有什么疾病啊？这次受到的伤害，他每个人对伤害还是对药的反应都有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副作用的。那甚至家属也会有影响哦，因为有些家属在病人昏迷的时候，家属要协助做治疗的决定哦，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选 A 治疗，有些人可能会选 B 治疗，所以就算是家属都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治疗的方向。当然，医疗团队刚刚提到，然后医疗团队有各种专业的呃医师啊，然后各种专业的医疗人员在里面。那临床上你可能会有，比如说败血症会有治疗准则哦，急性肾损伤也会有治疗准则，所以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保险，然后卫福部的政策，甚至法律，都有可能会影响你对这个病人选择某个治疗。比如说法律突然改了，过去大家很喜欢用药物 A，结果因为法律改的关系，就后面大家都喜欢用药物 B，所以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所以当你在做 AI 的时候，如果你 miss 掉很多很多东西，那老实讲，你的 AI 可能就会真的就是猜的哦，因为你没有 information，你根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料去做出更正确的判断的。好，所以刚刚讲的是一个病人哦，所以反过来，大部分的标准配备大概都会有10个病人。那当然有些会把20床合在一起，有些会把40床合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哦，有些更重要哦，这是某个病房的中央站，那这可能是好几个病房的中央站。那甚至美国有些医院，你看这个中央站就可怕了哦，甚至它是，比如说从美洲到澳洲去，帮忙在美国的医生值夜班哈，所以这个资料量其实很大。所以当你发现10个病人，或许你还可以看出来某个人有问题，你去帮他处理。可是如果是一下子你要看40个病人，甚至你要看100个病人，那你真的需要有 AI 帮你把最危险的病人先找出来的。那这张图是要跟大家讲那个交病房跟整个住院那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有些病人可能先住医院，然后再住交病房，然后比较好了再转到一般病房。那有些人可能住院以后去开刀，开完刀以后住交病房，然后比较好了以后又回去一般病房。那有些人他可能是一个急诊他是先到急诊，那有可能直接去手术进交病房。那当然有可能他急诊直接不需要开刀就进交病房，然后再转到普通病房。所以当你在做交病房资料研究的时候，在比较完整的资料库，其实你都可以取得从住院到出院。所以就这种资料来讲，你的那个时间顺序就很重要。所以大部分都会用刚住交病房这个时间点当零点，然后你再去找各种资料的时间关系这样。好，那这张图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是 MIT 那个 Leo City 教授传给我的哦。这个应该有在做资料科学的，应该都会对这张图深有同感啊。就是当你说要不要做 AI 的时候，全部人都说：“哎，我要做 AI。”然后当你说：“哦，那有没有人可以提供资料的时候，就突然鸦雀无声。如果你说：“哎，我们有资料，有人可以帮忙标记资料的时候，哇，全部就跑光光了这样。所以在 AI 来讲，其实资料是第一步然后比较困难的就是你的资料有没有正确的标示这样。那在交病房有一个资料库是澳洲纽西兰的教育学会，他们其实已经从1992，你看这样转眼已经30年了所以他们非常高瞻远瞩。在30年前，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所有的资料应该都是一笔一笔用手 key in 到电脑里面去所以在30年前，他们就决定说，这资料很可贵，所以他们应该要把它留下来。那当然，这个算是比较单纯的资料库所以他一个病人大概就只有关键的120几个资料这样。
那因为它的资料很完整，经过30年，所以大概里面现在应该超过250万笔资料。所以它每年都会发年报，然后跟澳洲政府报告说，最近澳洲、纽西兰的加护病房照顾的品质，哦，因为它资料很多很完整，所以它也可以发表一些论文在 AEJM 上。好，那目前台湾是第15个国家加入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多国的联盟的。好，那这个是 David Pitcher，他就是目前这个资料库的主席哦。那其实你看2018的时候，我们有很认真的跟他商讨台湾要跟澳洲、纽西兰这个资料库合作。在这边呢是当时的理事长，这是他们的秘书长，他其实是台湾人哦，他其实会讲中文的。那这是主席的，那这是前主席。好，那在2019年，我们就请月球教授到台湾当访问教授2个礼拜，所以他到各家医院，从高雄啊，然后台北，甚至还跑到澳洲办事处去投票这样。所以你看他们真的很厉害哦，跑到台湾来都还可以投票选州这样的。好，那后来我们也回过头去澳洲墨尔本参加他们办的 data 送掉，所以澳洲跟纽西兰就把整个词典授权而且是免费授权给台湾，翻成中文版的所以1.2版你看在将近快2年前其实已经出来了，那现在已经到1.3版，那这里边几乎都是跟澳洲一模一样，那只是有一些台湾比较特别的，我们会改成台湾用的那可是大部分的栏位它的名称会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未来在做多国多中心合作的时候，其实就会相对容易的。很高兴就是台湾有很多人愿意提供资料，那甚至这个是在标记资料大家愿意把资料做适当的标记，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开心的回了CD 教授说，你看我们台湾有人愿意提供资料，然后有人愿意把资料适当的 label，所以当然希望以后进一步可以跟 MIT 有更密切的合作的。所以目前大概已经有超过12家医院都取得了研究论委会，就是大家可以把资料放在一起，可以做行政品管，因为有研究论委会的许可，也可以做研究这样。好，那这是刚刚提到的 MIT 就是寄给我那一张梗图的 CD 教授的。那这个是当时重症医学会的学术主委，那我是当时急救教育学会的学术主委，所以我们也跟 MIT 秘密资料库表达强烈合作的意愿所以希望以后台湾大概台大，然后比如说长庚、农总，甚至中国成大这些大概都有能力建相似的秘密资料库的，而且我们比他可能会进步快的是，秘密资料库其实只是哈佛一家医学院的那个附属医院的资料，所以它其实是 single center。可是如果像台湾台大体系，其实就3、4家医院，然后长庚体系更多所以一文农总3家，所以一文任何一个体系都是多中心的资料库所以对我们来讲，当然希望一方面吸取他们的经验，一方面台湾也可以后来追上我们一开始可能就是 multi center 的资料这样。好，那秘密资料库大家目前用的比较熟的应该是3，不过当然秘密 Four 大概也出来了。那秘密 Four 跟秘密3最大的差别就是除了交病房以外，它把急诊室的资料也拉进来了。那我们一直有听说它会把 OR，因为甚至那个 OR 的表单雏形都出来了。那我猜他们还在整理之中，所以大概交那个手术室的资料目前还没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它已经越来越完整就是除了交病房、急诊 OR，而且它更难能可贵是刚刚有提到，他在住交病房之前的那些住院检查、住院血压，甚至离开交病房以后的血压还是检查，它都还是有留着，所以等于整个住院期间的资料它都有的所以你就可以把 ICU 之前，那甚至 ICU 之后的资料都用来做分析跟判断这样。那在美国同时有一个其实是 Multi Center 这个数量就更大，
你会发现它其实有300多万笔，不过释出的大概是20万笔。那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 multi center，那就是几百家医院弄起来的。当然它也有像秘密资料库一样有释出，那这个其实也是跟 MIT 合作。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会用秘密资料库做一个 model，然后用 EICU 来验证，而这个也蛮好。不过过去都是用秘密3，然后验证 EICU，在时间顺序上来讲，可以用过去预测未来。不过当你要用秘密 4的东西在验证 EICU 的时候，那就要稍微小心，因为你很多时间是在 EICU 的 data 后面，所以如果你用未来的资料去预测过去的资料，在临床上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 OK 的。所以我希望就是他们之后也会画第二版，比如说它的第二版就是也是从假设2018到2019好了，那就很好，就是很靠近后面的东西是可以用来做验证，那甚至它2020到2021那更好，那就没有年份上的重叠这样。好，那这个是秘密资料库，大概是由26个 table 组成。那这个只是我们自己去分类当然临床上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分类的。好，那基本上 Mimi4 大同小异。那接下来我们就提到这些交病房资料库到底可以做哪些研究。那首先我们就刚好有一篇系统性的回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篇系统性回顾里面，它主要就是介绍用秘密资料库做的 study。好，所以它大概分了7大类，所以你可以看到跟死亡率有关的，已经有21篇。不过不用担心，这大部分都是秘密 Two 的、秘密3的资料库，所以秘密 Four 大概还才刚开始1、2年而已，所以如果你一样的题目，可是你是用比较新的资料库去做，或许你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发现，甚至你还是可以发表的。好，那只是要快，因为你再过几年，大概又有20几篇又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败血症，所以有2种，一种就是我想预测败血症会不会发生，那一种就是我想预测败血症的病人会不会休克。那甚至有人会用来预测他会不会死亡。所以当然这个跟前面就有点重叠。那其实更正确的败血症预测应该要在病房，对不对？因为大部分都是在病房发现这个病人有败血症，然后才把他送到加护病房的。那刚好秘密资料库也有一些住加护病房之前在病房的资料，所以他当然就有机会预测，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败血症这样。那当然有时候在加护病房，可能第一次败血症好了，可能还在休息7天准备回病房，结果再来第二次败血症，那这种机会也是有的。好，所以你败血症的死亡率有分很多种，一个是住在加护病房里面就死掉了，叫做 ICU mortality。那你看到比较多的是这一次住院会不会死掉？有些病人可能是离开加护病房，可是他回病房过一阵子他就死了。那为什么没有再进加护病房？因为他有可能，比如说癌症已经转移到很后面了，所以家属觉得说这个去加护病房也没有很多的帮忙，所以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在病房就离开了。好，那有些会定义的比较多，那可能会28天、30天的死亡这样。不过有越来越多的 paper 可能会喜欢看90天、180天，甚至1年。那秘密资料库还不错，它其实都有帮你串死亡档，所以它死掉的病人在他串死亡档的时候，你大概都会有资料，所以甚至你要找1年死掉的病人，那都是有机会的这样。好，那大部分都是用24小时的 data 来猜这个病人会不会死掉。那这有个缺点因为你可以想象，其实有些人还不到24小时他就死了，所以这些人你预测不到。那甚至有些人不到24小时，他就转出离开加护病房了，所以这些病人其实你也测不到。所以反过来，当你在做预测、在做 training 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应该要排除？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因为在你做这个 model 之前，那些病人都不在了，所以这也是要小心的。当你在做 training、在做 testing 的时候，在临床上这些你 model 启动的时候，这些人已经不在了，当然就不能放进来的。那可是，在
临床上我们更需要更早，对不对？最好可以一进交病房1小时好了，我就知道他会不会死掉。所以刚20几篇里面其实只有一篇哦，我们就只有一篇，它在第6个小时的时候试着在预测。不过这是临床上需要的，其实我们需要更早，如果你有办法1小时就知道，哇，那更好。好，那这是他们常用的 feature 这样。哦，那因为这个比较细，所以我们就不一一讲这样。以后如果你有真的进来，那你就会知道这些的代表的意思这样。好，那我们简单从这21篇 paper 里面，大概跟大家整理8项哈。一个当然就是代表人物哦，所以 MIT 它很早就用他们的资料库做死亡的预测这样。好，我们尊敬的利友教授。好，那这一篇发表的 paper 很好哦，你看这是目前重症里面最好的一个期刊，应该 impact factor 有将近快30分。好，所以在那个2015的时候，他们就发表了一个 paper，哦，当然就是用来做各种 model。那大家可以看到，哦，这里面好像比较好的是 SL2 这个 model 这样，可能是 super learning two 的。那看右边这张图，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死亡率是猜的死亡率是90，然后这群人，诶，他的死亡率真的是90%。哦，所以乍看之下，这个 model 把那个比较多死掉的病人，他又把它找出来哦。然后可是这个 model，诶，他不太敢把那个死掉的病人找出来，有没有？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 model 的 AORC 是多少，它是 SAPS2，所以哦，你可能会吓一跳，SAPS2 它在这里面的 AORC 竟然是逊的0.78。可是如果你问临床医师哪一个 model 会比较好，如果是我会跟你说这个 model 比较好，因为我一定是跟病人解释说你的死亡率是90，所以大概有90%的机会会死掉。那可能只有1层的机会活下来，所以这个 model 它抓出来的病人刚好就是我跟病人解释死亡率是90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很可惜哦，你看他抓的病人几乎100%都死掉，看起来很厉害，可是他就失去了我跟病人讲死亡率是90%。哦，所以我大概只能跟他说，哦，这个病人死掉的机会很高。那可是有更多会死掉的病人，他给他的死亡风险其实是很低。哦，你看他会活着的病人，会死掉的病人，相对会被给死亡风险低的，他很少。哦，所以这个是 AORC 一个盲点。AORC 大概是用有一些像比如说癌症、肿瘤细胞跟正常细胞，就是一翻两瞪，也没有那个模糊地带这样。哦，所以那一种用 AORC 大概就可以0跟1可以分得很准。可是像死亡这种，它其实是比较像是几率的问题，它就很难说你一定必死无疑，你一定可以活下来。哦，没有医生敢这样讲这样。好，所以这个是未来也是希望大家 AI 专家在这一块可以跟临床医师要更小心。好，所以代表说，当你只有一昧追求 LRC，你跟 paper 的结论是说 SL2 这个 model 最好，可是当你放在临床上，你会发现不行哦，它反而是0.78的那个 model，我在解释上会很 comfortable 这样。那 SL1 跟 SL2 有没有救？其实有救，因为从我的经验看起来，只是它的那个 predicted risk 没有被 calibration 哦，所以理论上呢，如果你把 SL1 跟 SL2 的 predicted risk 有做校正，那其实还是就有办法跟 SPS2 有一样的效果的。好，所以这个是当你画出这张图就知道你有没有用在临床上哦。所以很明显，当初这个发表在30分的 paper，它并没有想用在临床上，不然它应该就会把 SL1 跟 SL2 适当的做校正的。好，那第三个是 early 哦，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病人都已经死掉了，你才跟他说，哎，我预测他会死掉，可他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预测了，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办法6小时，哎，那你就会提早找出来那种第7到24小时会死掉的病人。那你有可能就是 real time 哦，就是如果你有办法一直有新的资料，然后一直有新的东西进去，你都可以持续一直预测。好，所以 real time 大概也是未来的趋势。只要我有新的检查结果，我有新的变化，哎，它就会有
新的预测结果的。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未来临床上会很需要的哦。你看它也是一样哦，发表在英北非的30分的。那当然，它用了 AI 就不是我可以理解哈，不过对大家来讲应该相对容易理解哦，因为它就会把时间上去的变化带上去。那 AI model 对临床医师来讲，真的就跟大家讲的一样，像黑盒子哦，简单的逻辑式回归或许我可以懂，可是更难的decision tree 还可以大概猜出来是什么意思，可是更难的 deep learning，我们完全可能就没有 idea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所以 visual 来对临床医师，甚至对病人、对家属来讲，其实很重要。所以这个像是 model，它这个 model 里面会讲说年纪对会死掉的病人占的影响是大还是高的。所以当然如果是会活的，你当然希望他的帮忙是越大越好的。当然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个人哦，个人的话可能就只有一边的，是 model 的时候才会有两边。那刚刚讲的哈，刚不是医疗团队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医疗团队的成员，大家都会写记录，所以有一些资料它其实是文字记录，那秘密资料库比较可贵的就是它连文字的一些护理记录都有，所以你如果会自然语言，你也可以从护理室的文字记录去找到一些很重要的资讯的。好，所以也有一篇，它就是把那个文字资料，它也纳进来，那当然它就用电灯领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dynamic，那有点像是 real time 那种感觉，可是它加了一个字叫做可解释性的。好，那可解释性大概也是目前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趋势哦。你会发现这种 Lancet Digital Health，如果没有记错，它其实 impact factor 应该都有20几分以上，所以都是很好的杂志这样。好，所以它有点像是它一样会有那种 real time 去改变你的死亡预测风险的能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解释说到底这边有多少不利的因素加在里面，所以比刚刚那个只有单一个点更厉害。它可以跟你讲哪些是不利的因素加在上面，哪些是有帮忙的因素，它在这边的。好，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 information 哦，就是其实在加护病房的死亡率预测，其实对我来讲已经进步的很快。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那可能就有点小熏的。可是反过来，要怎么样把这个用到临床上，那个也是我们下一步更重要的课题，要不然你 always 都只是纸上谈兵这样。好，那这最后一篇，又 Rio，然后 again 好这样，所以 Rio 教授他很厉害哦，这其实已经将近快10年前发了 paper 这样，你会发现他已经不只是说单纯死亡的预测，他已经把治疗进来了哈，当然治疗的结果你会知道他是死掉还是活着这样，所以下一个除了你单纯知道他会死会活以外，你更希望知道的就是做了一个治疗以后，会不会让他活下来的机会增加？会不会让他死掉的机会会降低到？好，那这篇就刚刚讲的哦，他用秘密资料库3，然后去做了一个 model。那他 model OK 以后，他就去把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EICU 的 data 用来做验证的。好，那你会发现，假设我在验证的资料，我建议他要补水的时候，他都有补水，那他代表他的治疗是对的，他就会得到一个蓝色的分数。那可是如果我建议要补水，可是我验证的那个资料它竟然是没有补水，那可能就会得到红色。好，所以用这个概念还蛮好玩的。当你得到的正分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跟他建立的治疗是相近的时候，你的病人活下来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可是你错的次数越多的时候，你的病人会是死掉的机会就比较高的。好，那当然他就会从他的 model 提出来，你给太多水，死亡风险会增加。那升压药更难哦，你升压药用太高，还是你不太敢用升压药，还是你的剂量其实太低，其实病人都会死掉的。好，所以接下来就回到临床，就是在一个临床医师到底希望 AI 可以怎么帮他？第一个就是为什么需要 AI？
那什么时候需要 AI？到底 AI 可以帮什么？不过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复习了一些，第一个当然就是 AI 可以帮你判断这个病人会不会死掉，AI 甚至可以提出一些治疗辅助的建议。可是当治疗一个病人的时候，需不需要 AI？不一定因为假设我一个人就治疗一个病人，可能不用。不过刚刚最早也有提到可是当我治疗10个病人的时候，我有可能就会累了。当我治疗20个病人，还是我大夜班，我们用中央监控器，我要治疗50个病人的时候，甚至100个病人的时候，甚至是跨院的病人的时候，那当然就需要 AI 了所以其实要看你的场景，才知道说你需要 AI 帮你做什么的。那反过来，我有没有可能一直坐在一个病人旁边，一直等着看他什么时候会掉血压？好像也很难，可是 AI 就可以一直坐在旁边。因为刚刚讲的，每30秒就有一笔血压，当然如果是在荧幕上，其实每一秒你都会看到血压的变化这样。那我不可能坐在旁边，所以 AI 可以，AI 可以每一秒钟都盯着它，它可以假设你的运算能力够，它可以一直去运算有没有可能在30分钟后，在2个小时以后血压会掉到。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间越长，当你需要处理的资料量越大，当你需要照顾的病人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就可能需要 AI 的。好，那就医学上来讲，大家都觉得 AI 很新，不过当然大家都是 AI 的专业人士，所以你会发现 AI 其实已经发展很久，只是相对于用在医学上用的比较慢这样。好，所以刚刚我们用了很多死亡的预测，那当然过去发表很多的是诊断，而且通常立即可用的也是类似这种诊断，就是 X 光片病理报告、皮肤是不是皮肤癌还是什么症状这些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样。那刚刚讲到的加护病房治疗其实比较难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临床准则，刚刚有提到感染。感染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他都没有跟你讲，病人其实可能有分3种，甚至病人可能有分6种。所以在不同的病人，其实你的感染要提供的建议都不太一样。大部分感染其实都没有说分组只有少数还是未来的趋势，感染应该会开始帮你把病人做分组。那把病人做分组，其实这个也是 AI 的强项。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什么叫做 phenotype 骨品，其实他们很好，他们就是要先把病人分好这样你红色的人搞不好适合的诊断跟治疗不一样，绿色的人可能会有他们适合的治疗跟诊断这样。那当然接下去就是要给治疗嘛，因为最关键的你还是希望说，这个死亡风险很高，我应该有没有什么治疗可以让他的死亡风险降低这样。好，所以在 machine learning 里面套的话，大概 supervised learning 比较像是这种诊断，就是我分它到底是死亡率是多少，还是它是不是癌细胞这样。那supervised 好像感觉在医学上帮我们比较多的，就是它可以帮刚刚讲的我把病人分成3组，然后不同的组的病人可能适合不同的治疗的。那 reinforcement 的 learning 大概就是刚刚提到大概就是最复杂的治疗因为我的治疗给升压药、给水都不是只有一次而已我可能2个小时以后我要再重新做这个决定，我要6小时以后再做一次决定，我一直都在做决定，所以因为我给一个 treatment 的建议，它其实都是会需要随着时间一直不断的给建议，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不是一般 AI 软体有办法弄出来这个大概就要相对功力比较强的 AI 专家才有办法做reinforcement 的 learning 这样。好，那这个是我们用 RapidMiner 做出来的一些统计 model 当然这个图是用 SPS 画出来的。好，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一般软体其实很容易让不是 AI 专家也有机会做出来 URC 0.9的那些 model 的。可是未来越重要的是刚刚讲的那个概念，就是当我死亡率 model 说是0.9的时候，我希望它对过来的死亡率也是0.9，所以 calibration 这个概念会越来越重要。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跟临床医师合作，
可能就要开始涉猎多一点，怎么样去呈现 calibration 的好还是坏这样。哦，好，那就我们的经验啊，好像有比较多跟 calibration curve 相关的一些人家写好的 package，然后那我相信 Python 应该也会越来越多这样。好，那这个是我们用 RapidMiner 做出来的图哈，所以它其实也是有那种想解释的意思啊。我可以知道，对这个 model 来讲，影响最大的是哪4个因素这样。啊，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回到每个人大概影响多少这样。那这个是时间的概念啊，就是假设这个病人来到我手上，那我可能会根据这个之前的资料做一个预测，他到底会死掉还是会活。哦，那这只是跟大家讲说，其实病人的病情会变嘛，因为像这个一定会活的，你第一次就会猜得很准。可是像这种 AI 猜50的，你会发现一般医生也会猜50，因为他就是有些人会变好，有些人还是没有变，有些人就会死掉哎吼。所以为什么 dynamic 很重要？就是当你在第二次猜的时候，不管是医生还是 AI，好，因为他有一些病情改善了，所以你其实就会猜他说，哎，这个病人当然会活的机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套在6小时跟24小时，你要用24小时的资料去猜，当然比较准哦。可是你要小心哦，有些病人可能还没到这一点之前就死掉，好，所以你再早一点猜很重要哈。所以更重要就是你应该只要有新的资料。就可以一直 real time 一直 dynamic 的猜下去。那另外一个是 AI 会不会猜错？AI 可能会说哦，因为 AI 可能会有一些 missing information。好，比如这个病人看起来都很好诶，数字都很漂亮，可是他死了，因为他是要做脑死捐赠。好，所以如果 AI 没有得到这个 information，这是一个已经脑死的病人，他其实他的所有的数字正常的，就是都是给药啊，哦，被调整来的。哦，可是一旦他捐赠器官，他其实就死亡了。好，那这个病人看起来什么看起来就是快死了，可是他竟然活了。哦，这是比喻啊，他就做心脏移植，本来看起来数值很烂，可是他运气很好，他做了一个心脏移植以后，他出院了，他就活下来了。哦，所以意思是说，不是医生比较厉害，是因为 AI 他没有得到那个讯息。哦，所以如果他有得到那个讯息，当然他就会猜的结果就会不太一样。哦，所以反过来，你如果有越多的 information，AI 就有办法猜得更准。那临床上，医疗团队有没有可能猜错？所以一旦医生猜错了，还是整个医疗团队发现说，我们明明很努力的治疗他，可是他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并发症，还是说他的反应就是很差？所以通常遇到非预期死亡的一些重大事件，其实会有很多品管，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医疗品管、品质改善。好，所以当医疗团队犯错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品质改善的东西出来。所以我猜未来，哦，所以一样，如果我的 AI 猜错了嘞，我的 AI 给的治疗建议是错的嘞，哦，所以我猜这个未来大家应该也要开始，因为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 model 都没有真的用在临床上。哦，一旦你真的用在临床上，你的品质管制就很重要。我说第一个，为什么你的 AI 会猜错？哦，是不是它有很多 feature 它没有拿到啊？所以它老是猜错，还是说，我们的药物突然某个药物下市了，所以大家开始换另外一种药啊，所以那个药物的 information 就不见了，新的药物你根本就没有在你的 feature 里面这样。那医疗团队改变也会哦。哦，那甚至政府的政策改变了哈，以前给某个东西是免费的，现在某个东西都要自费。哇，那你那个东西进来到你 model 的时候，它代表的意义可能就不太一样的。好，所以这是提醒大家，未来一旦 AI model 用在临床上越来越多，那其实要跟临床团队一样，当人犯错的时候要做品管改善，去把原因找出来。哦，原来哪些 feature 很重要 missing 了，那一定要进来这个 model 这样。所以这个是未来大家要跟大家一起期许的这样。好，所以总结大概交病房的 clinical need 大概有归成三个哈，一个当然就是希望可以预测，而且我们需要这个预测结果是可以解释性的。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model 很厉害，而且它要真的可以用才厉害这样。好，所以就预测上来讲，当然希望它是越早，然后可以动态性的，随时可以提供
新的结果，而且它可以预测多种时间还是多种目标这样。那就解释性来讲有两种，一种就是对这整个模型的解释，那一个就是个别病人，因为个别病人的解释很重要，因为我就可以跟某个病人说，很可惜，我们今天死亡率好像电脑预测的结果大概可能会有将近90%，那最大的原因就是肾脏不好，第二大的原因就是肝脏也不好，所以在patient level 解释的时候，会让家属很容易了解死亡率那么高的因素啊。当然，我可以加上以医生专业的判断这样。那另外一个 simulation 的概念也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我在跟家属说这个死亡率是90的时候，家属都很希望他是那10%活下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跟他沙盘推演，就是说如果明天肾脏有变比较好，甚至自己小便出来了，那他才有机会是那10%。所以未来 AI model 在 RapidMiner 其实有，它可以做 simulation，我可以去调整我的预测的 feature，然后我就可以发现说，诶，我的预测死亡率变化，所以 simulation 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需求这样。那再来就是希望我这个的 model 是可以 real time 的跟我的医疗资讯系统一直有 communication，那它可以及时的提出警告。那刚刚讲的，只要 Pro 们下去跟医疗系统做结合，真的有用在临床上，那当然它就是控制它的品质。比如说它猜的 calibration 如果偏掉了，那可能你就要重新做新的 model，那个 model 才可以重新又上线的。那当然是要越早发现越好，越早就把它修正掉。然后比如说发现某些参数已经不合时宜了，当然就要去修正那些参数这样。好，那目前在临床上要发 paper 越来越难了，就是如果你是单一中心资料库做的 AI，其实好的杂志可能都不太想理你。那单一中心有一个前提，他可能会想要你的 paper，那就是你有在用，而且最好是你用了2年的结果。那他可能发现说，这个真的有在用，这不是只有纸上谈兵，打空炮弹而已。那反过来，multi center 做一个 model，因为毕竟是 multi center，所以他会觉得那个可普及性可能会比较高，所以就比较有机会被那个 editor 接受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是 multi center，而且大家都有在用，哇，那就最强哦，就是 multi center，而且有实际在用，那大概就是最高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写这些 paper 的时候，其实目前的规则都越来越多哈。以前就是要求大家有研究论文会，要求你要去网站上登录，那现在更多都会要求你要符合这些报告的概览，所以这个也会建议大家以后跟临床医师合作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临床医师要符合这些概览，不然有些比较好的 paper 说，哎，你有没有按照 tripart？那你有没有按照 Console AI 的概览？你说没有，我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符合最基本要求的文章的，所以大家越早知道这件事情越好的。好，那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台大的这个急重症医疗团队。因为刚刚讲过，医院的加护病房有很多所以加护病房在台大大概有将近成人有160张到200床，就是看那个不同的情况做调整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当然要把资料存下来，那有一个很快的可以回报的系统。那当然这些资料可以用来做研究，那也可以用来做 AI 的 training。那 AI 处理好的 model，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个运算中心，然后它可以跟临床上的资料做及时的交换，然后提供一些预测结果，甚至治疗、诊断的一些建议给临床团队这样。好，那运气比较好的是，我们有跟广达合作，所以广达目前是希望用他们这种运作模式，就是一个人工智慧云的模式，它可以帮你处理资料，可以帮你预处理你的资料，然后呢，它也可以帮你做 AI 的运算，然后选出最好的 model。那当然最后面比较重要的，当然就是跟医院的资料的交流，所以更正确的应该是，你医院要有一些资料一直给他，然后他有办法把讯息传回去这样。好，那这只是举例，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 model，然后它就可以提供给临床团队，这个病人发生谵妄的风险很高，是84，
他就会跟他分析这是哪些风险，那你可能未来可以做哪些治疗的改善，所以这些都可以一步一步，希望真的可以帮助到医疗团队这样。好，那我们的团队就之前2018很早就跟澳洲、纽西兰合作嘛，这是我们去参加他们 Data 手的那个情境这样。那我们也办了一些数据科学研讨会这样，那我们也办了一些国际会议哈，而且是在台北哦，不过很可惜，因为 COVID-19 哦，所以这些专家都没有办法来现场，都只能线上这样。好，那未来当然希望可以跟王教授这边有更进一步的合作这样。希望把台湾的一些很好的成果，那这个是我们的学生去参加新加坡的国际的那种数据手吼，分别得到了第2名，还有那个最佳报告奖这样。好，所以未来刚刚有提到哈，过去很多概念、很多 study 它都没有把病人做适当的分类，所以把适当的病人做分类以后再去做研究，再去给诊疗建议，其实是比较正确的做法。所以 group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未来。不要先把病人放到适当的族群，你才有办法针对这群人做最适当的检查，还有治疗的。所以理论上你的 data，如果你要越早，那其实你就要越多的资料哦。所以你有办法越多的资料，那你当然就有办法预测的越早的哦。所以如果你有他过去的疾病资料，甚至看门诊的资料，哦，这些在台湾都有机会做到，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健保哦，所以只要健保资料库愿意让你得到这个病人过去的历史资料，那其实你就可以预测的很早很早。那另外一个就是很久很久，刚刚讲的，现在大部分临床 paper 都已经要求到90天的死亡率哦，如果你报30天，说你会不会太短？你要不要报长一点的死亡率的？所以观察1年、2年、3年，大概是未来的趋势这样。哦，所以你有办法收集的越久的资料，那你就会越有价值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新发生的问题，好，比如说过去病人可能都很年轻，所以他们可能产生细菌感染的时候，细菌产生的毒素他们都可以处理。可是现在的病人可能年纪80、90岁，甚至快100岁，他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哦，所以有一些新兴的议题你也要注意，然后开始要对这些新兴的问题留下一些有用的资料，这样你才有办法去训练 AI model 这样。所以未来就从医师的角度来讲是乐观的哦，因为很多情况就是很多医院都不愿意把资料拿出来，他们的医院大部分都是怕说我的资料如果流出去了，一方面怕个人隐私，可是这个很容易错过一些资料保护的机制处理掉，更怕的是我的东西被人家拿去发表，变成人家的成果。所以以后在联邦式学习的架构之下，大家就资料都在自己的医院里面，那只有 model training 的一些关键讯息会在各个医院间传递而已。所以未来联邦式学习应该就有机会让更多医院愿意一起合作这样。好，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在重症的一些临床经验，还有对 AI 的一些期许。好，那当然希望我们跟 AI 更多密切的合作，可以真的帮助到病人，让病人都可以，也许是很担心的进加病房，可是都可以很快的、平安的离开加护病房的。好，谢谢大家。